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GX 时代，用阴间卡组狠狠治理环境。如今你遇见了海马赖人，在围观社长报了黑暗决斗者后，他看向黑暗决斗者王义景，说：“你们的据点在哪？”王义景咬牙，呵，想让我出卖主子？呸！组织里可都是我的兄弟，是我的家人，咱们各个情同手足。海马手中决斗盘亮起，亲眼白龙虚影浮现。哦，所以呢，得加钱。镜头一切，你们来到一间酒吧，找到了3个黑暗决斗者，分别是中分头、酒保女和机关头。他们咬牙切齿啊！可恶啊，王一静，卑鄙，居然出卖我们！海马来人哈哈大笑。那你们谁先上？还是干脆一起来呢？3人惊了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海马来人可是传说中的决斗者，1对1肯定打不过，但扬言1挑3，未免太过嚣张。要知道，游戏王是一个公平的游戏，3个打1个还能被反杀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决斗开始，海马先攻，盖2张卡，回合结束。中分头怪笑，1对3，既然起手不着怪兽嘛，嘎嘎嘎！这么自信的话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海马来人，我的回合抽卡，召唤切入敌人的队长，发动效果。这张卡召唤成功时，从手牌中特殊召唤一只4星以下的怪兽。我要召唤的还是切入敌人的队长。海马抱起双手，空击封锁吗？没错，切入敌人的队长在场上存在时，你不能攻击除他以外的战术族怪兽，而当2个同时存在的话，效果会形成交叉保护，也就是2只都不能被攻击。接着，我再开放张卡到后场，回合结束就帮你个人抽卡，从手牌中通常召唤可变击兽炮手龙，虽然是轻大怪，但可以直接召唤。不过用这个效果时，攻击力会变成原本1半。接着从手牌中发动装备魔法愚钝之斧，装备怪兽攻击力上升1000，但效果会被无效化。中分的判手较好，炮手龙因为自己的副作用，直接召唤攻击会被减半，但被无效的话，攻击力会恢复原本的数值，并且还会因为愚钝之斧再上升1000点攻击力。好，同时利用了装备的正面和负面效果。酒保你自行一笑，嘎嘎，这种程度对于我们血丝天魔来说是理所应当的。回合结束，机关的大喝。那么接着是我的回合，发动魔法卡融合，手牌中树熊海胆和海胆树熊融合，来自远古森林的召唤，野兽的力量在此刻交织，融合召唤等级6，树熊海胆树熊。接着盖张卡，回合结束，3人相视一笑，稳啦，这把稳啦！3对1，上来就是这么强力的阵型，简直不知道怎么说。海马嘴角一歪，就这，只有这种程度就敢自满，甚至连个挑战都算不上，那就让你们看看强者的决斗该是什么样子了。我的回合抽卡，大手一挥，场上看看翻转，打开陷阱卡，禁止进入。场上所有攻击表示存在所有怪兽都变成守备表示。中分头擦擦冷汗，就算是变成守备表示，队长的攻击封锁也还在，你仍然不能对我这边发动攻击。海马冷笑，发动魔法卡强行之呼，抽2张卡，接着是这张永兴魔法青之眼的唤出。这张卡的第一个效果，通过展示手牌中的千白龙发动，可以从自己手牌中将这怪兽特殊召唤，以光辉的姿态降临吧，等级8白玲珑。这张卡召唤特殊召唤成功时，把对方场上一张魔法陷阱从游戏中除外，指向中分的后场。这张卡给我除外。白色旋风将卡牌卷起，不，我的炸裂装甲！海马大手一挥，接着发动清点第2个效果，一回合1次，把自己场上一只怪兽返回手牌之后，从手牌中特殊召唤一只青眼怪兽，我场上的白玲珑返回，然后我再把我手牌中刚刚返回的白玲珑第2次召唤，再度降临吧，白玲珑。还可以这样，从场上返回的怪兽也可以同时召唤吗？等等，你刚刚不是说精致点效果只能从手牌中特殊召唤青眼怪兽吗？可你召唤的明明叫白玲珑啊，你是不是在口活啊？海马昂起头，虽然白玲珑的名字里没写，但它也可以当做青眼怪兽使用。黑墨，绝壁黑墨，指向机关头，白玲珑效果在这发动，这次除外的是你的后场。白色旋风再次吹起盖卡，不，我的炸裂装甲！海马一挥手发动魔法卡上级抽卡，将自己场上8星怪兽作为祭品，从卡组抽2张卡，完成使命的玲珑化作光点消散。海马从手牌中发动仪式魔法混沌形态，从手牌把等级8的青眼白龙作为仪式祭品，让青眼切换成混沌的姿态，重新回归于深渊的混沌之龙。现在再次降临，仪式召唤等级8青眼混沌龙。中分头看傻了，这家伙到底有多少千奇百怪的青眼啊？然后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龙之灵妙，卡组1张龙族怪兽送进墓地，送墓的是通常怪兽时可以再送1张。3人组本能感觉有点不妙，等等，墓地里一下有了3张青眼，莫非是要？海马高级卡牌，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龙之镜，在墓地把融合素材从游戏中除外，对龙族融合怪兽进行融合召唤，有史以来最强最究极的龙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，现在再次降临，真青眼交易龙召唤一下子就出现2条这样强大的龙，而且还拆掉了我们后场所有防线，
这下这回合我们至少有一个人也交代在这里了。中分头强装镇定，没关系，就算是海马来人，也不可能一个回合就把我们3个都秒掉。无论谁活下来，等到下个回合，话还没说完，海马冷笑：“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你们3个已经没有下个回合了。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这家伙想一回合3杀？这不是扯淡！海马明明都解释，这种回合先是青眼混沌龙对树熊、海的树熊进行攻击，这个瞬间混沌龙效果发动，使用青眼白龙作为祭品进行仪式召唤的混沌龙，在进行攻击宣言时，对方场上所有怪兽的表示形式变更，并且受这个效果影响，改变表示形式的所有怪兽攻击力、手臂力通通变成0。那你原来最开始那张陷阱卡进了记录打的居然是这个主意，将他的怪兽全都转防，然后被混沌龙全部转攻，并且攻击力还通通降了0点，直接成了活靶子。破裂的光弹轰穿树熊、海两树熊，机关筒当场发出惨叫 ，ARP 掉到1000。海马一挥手，接着真青眼交接龙直接攻击，在最强之龙的绝对碾压光辉下粉碎吧！杂鱼究极的爆裂接风弹，白光喷射，机关筒当场被轰飞出去 ，ARP 归0。看向九宝女，接下来就到你了。他还留夹呗？等一下，你冷静点，你的2只怪兽已经攻击过了，你不能。海马大喊一声，真青眼交接龙，在自己融合卡组存在青眼交接龙的时候，这张卡可以一回合攻击3次，剩下2人彻底爆火！这么逆天的效果还能攻击3次啊？你特标怎么不直接印章光之创造纠结龙，效果就写召唤成功，只有1胜利啊！纠结的爆裂疾风弹2连打，再攻击炮手龙，九宝女连龙带人一起被光弹轰飞。海马抱起双臂看向中分头，他后退半步，你冷静！我的队长虽然攻击力被降成了0，但效果还在，只要他们在场，你还是不能攻击。海马翻转开卡扑聊陷阱卡突破技能，将对方场上一只效果怪兽效果无效，因此选择你场上其中一只队长效果无效。中分头脸色惨白，难得躲！攻击限制解除了，纠结的爆裂疾风弹3连打，攻击切入敌人的队长。中分头 LP 直接归0。全球突变，人类只能从游戏世界获取资源，进入宝可梦世界捕获精灵，又或者在我的世界里挖取钻石发家致富，亦或是乱入元神 BOSS 小草神。职业排行打乱，电竞者一跃而起，成了最高贵的职业。而你们这次期末考试要考的就是植物大战僵尸。同学们纷纷戴上头盔，你刚进入，系统提示音就跟着响起，请在3个外挂中做出选择，分别是1无限阳光，可以随意进行植物种植；2百倍掉落，掉落植物卡片概率提升100倍；还有3选项可以用阳光对植物进行改造。直接选择第3个，游戏开始。第一波来的僵尸一共10只，最后排种下了豌豆射手，僵尸最多冲到中庭位置，可隔壁庭院的小胖居然把射手种在了门口，直接被第一僵尸嘎嘣2口吃了。随后僵尸钻入他的屋子中，一声惨叫声传出。与此同时，监考老师们满脸黑线，这第一波僵尸攻击全年级就8人被淘汰，成绩怎么这么差？年级主任面色阴沉，这种简单的关卡也能输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考进我们昊天境高中的。第一波僵尸袭击过后，所有考生都得了一张向日葵卡片，几乎大家都选择了直接花100阳光种植2个向日葵，可你却思索一番，选择改造豌豆射手。方案1，双持加特林豌豆射手，同时发射8颗豌豆。方案2，激光豌豆射手，可以创造僵尸。方案3，豌豆射手娘，每波僵尸来袭前自动在附近生成2个豌豆射手。这个外挂也太破坏游戏平衡了。于是乎直接选了第一个，下一秒豌豆士兵出现，再种上1颗向日葵。另一边隔壁庭院的董红石一直在偷瞄你，俗称抄作业。第一轮就是这么干的，格外好用。结果第2轮就看到扛着加特林的豌豆射手直接傻眼啊！这还怎么抄啊？于是乎第2波僵尸来袭，其他同学都是艰难奋斗，只有你这边哒哒哒哒哒，2管加特林2虎直冒，僵尸的庭院都进不去，直接在门口被打成了筛子。第3轮你选择改造向日葵，方案有3个，一个是可以额外收集更多阳光的内卷向日葵，还有能随机召唤植物的召唤师向日葵，第3个则是太阳能板。等下，这第3个方案已经明显不是植物了吧喂？选择了升级内卷向日葵，微笑表情秒变狰狞痛苦。就这样，到第5轮的时候，那阵容极其豪华，前排加特林，中间豌豆射手娘，后排内卷向日葵，哒哒哒哒哒，豌豆跟下雨似的，僵尸的样子都没看到就都没了，已经可以打到通关了都。与此同时，监考室内老师们纷纷点头，不错。徐凤来、夏木、真明他们几个再次做出的选择都是这款游戏的最优解，不愧是我们昊天境高中的人才。年级主任对这几个尖子生很满意，不是点头，看来这次我们学校又有几人能考上清北了呀。果然这会儿一名监考老师发出震惊尖叫，我操！主任皱眉，乱叫什么？我们毕竟是老师，怎么能随便扣出脏话呢？走廊前查看屏幕的瞬间，我操你奶奶的西瓜香蕉皮！
屏幕上这是你的庭院，这肖芬跟其他学生玩的是一款游戏吗？监考老师小声嘀咕，他该不会是开挂了吧？年级主任那颗呵斥，玩的好就是挂。人类进入游戏时代数百年了，还从来没听过谁能开挂的。据我看，目前就有2种解释，要么就是他发现了游戏中的 bug， 要么就是觉醒了超强天赋。无论哪种，这个叫肖凡的学生都有大力栽培的必要。此时已经来到第10波，庭院中压根看不到僵尸的影子，就顺利过关。你忍不住吐槽，我玩的游戏该不会在植物大的空气吧？僵尸呢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30波。系统发的提示，您的阳光数量已经达到上限，已自动消耗完毕，将您的外挂升级为植物超进化，解锁植物究极形态。你眼前一亮，果然内卷向日葵可以超进化为猝死向日葵。介绍说明是因过度努力而导致猝死，每波僵尸来袭之前能拿到公司给予的死亡赔偿1451点阳光。看到猝死向日葵可怜的样子，你叹口气，真可怜。随后就直接将所有都升级成了猝死向日葵，眼中都是善良纯真的光芒。比起痛苦的内卷，死亡才是你们最好的归宿。而双持加特林豌豆射手呢，也进化为了泰坦机甲豌豆射手，冰霜豌豆射手进化成冰霜女武神，玉米大灯泡更是变成了玉米荷包蛋，这下是真的逆天了呀！40关后，游戏的最终 BOSS 姜王博士终于出现，你热血沸腾，来吧姜王博士，与我一战！可他只扫了你庭院一眼，短暂停顿后转身就跑，孙子别跑！按下按钮，玉米荷包蛋飞出，轰隆一声，姜王博士卒。您已通过本游戏，默念退出，可返回现实世界。可你却没着急的离开，而是在庭院大门慢慢走去。因为姜王博士就着逃跑动作让你想到一个问题，他想跑哪儿去呢？这么多的僵尸都是从哪来的？很快到了庭院大门，5星空气箱挡住去路，按下按钮，玉米荷包蛋直接对着门口屏障来了2发，10发过后咔嚓一声，屏障碎裂。等你走出时愣住了，庭院外并没有想象中满目疮痍生遍野，相反，门外的世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城区，有商贩在商铺做生意，有带着宠物狗遛弯的路人，还有老大爷在公园中看报纸，一切和谐而美好。刹那间，你想那个可能性，一直以来，人们都把模样可爱的植物当作正义的一方，丑陋僵尸自然归类为反派，所以大家都能毫无负罪感的种植物，接着僵尸。可如果这个世界本来就属于僵尸呢？他们原本的生活平静美好，而入侵而来的植物却占据了他们的房子。也许僵尸只想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呀。他操控植物的玩家还能算是正义的一方吗？不然，系统提示，您已发现彩蛋，属于僵尸的世界，获得额外奖励技能书，召唤僵尸。你眼前一亮，舒服，居然还有这好事儿！可突然，系统发出即时警报，你来到了庭院，激怒了疯狂的戴夫，请尽快离开游戏世界。若戴夫将你击杀，你将失去所有通关奖励。你愣住了，难道戴夫才是最终 BOSS 吗？植物入侵僵尸世界都是他一手策划，呵呵一笑，不管怎么样，打就是了。于是乎，疯狂的戴夫带着散弹枪冲进去，威力奇大无比，虽然一枪一个植物，你也不敢示弱，各自他们疯狂砸上去，可能将姜王博士秒杀的攻击，却只能打掉戴夫的一丝小血条。这场大战持续了整整14分钟，十分惊险。最后命生生靠着数百上计的坦克机甲豌豆射手将戴夫活活耗死。轰隆一声，所有景色骤然破碎，植物消失，僵尸消失，你居然出现在了一片尸横遍野的战场。战场两端是装备精良的德军士兵和装备落后的苏联士兵。在德军士兵阵线后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正流着眼泪，表情呆着看着这一幕。那个人正是疯狂的戴夫。与此同时，一幅回忆出现在你脑海。戴夫出征前，妻子抱住他，戴夫，我们已经很好了，为什么还要去侵略别人呢？这是元首的命令。随后，戴夫离开，女人哭泣。下一个会议画面是长官告诉戴夫，集中营的上尉承受不了罪孽自杀死了，要他去顶替位置。他陷入沉思。下一个会议画面，戴夫问长官，敌军的子弹都打完了，换刺刀冲上来了，这样还要射杀吗？长官语气冰冷，杀吧，我们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做这种事儿的吗？再之后便是尸横遍野。最后画面定格在一片庭院中，戴夫孤零零的靠坐在躺椅上，头顶上顶着锅具，看着庭院中的花花草草，只能用幻想来压抑记忆中那份罪孽，把那些包围家园的苏联士兵幻想成邪恶的僵尸，把手下肆意屠杀的德国士兵幻想成保卫自己庭院的植物。这便是植物大战僵尸世界的真相。一切只是一个罪人为了逃脱自我内心谴责所构造出的童真幻想世界。看到这儿，你有些触动，但也很蛋疼。植物大战僵尸竟然还是一个宣传反战的游戏。这时，戴夫朝你那方向看了一眼，随着开合似乎是说了句什么，之后场景消散，你回到现实。恭喜你破解全部隐藏世界观，获得额外技能槽1个，
获得宠物豌豆射手娘。事后，年级主任找到你，还表示大力栽培你，并拿出了学校压箱底的珍藏卡带《侠盗飞车》，你眼前一亮，这可是单机游戏啊！好处就是这游戏内你可以一个人慢慢探索，打出所有隐藏世界观。好了，那这盘卡带里面又会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呢？